好了，大家呢之前已经给大家开箱过 Pure X Max 的白色版本了。那今天的视频呢，给大家开箱另外4款配色，看一看哪个颜色最好看。我们先从它开始吧。1、2、3，当当哦，金色。这款的金色相对来说啊，它是有一点金灰色，就是不是完全的香槟金，而是更偏暗一些。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1、2、3，这是这次的主打配色。这款颜色比较有趣啊，就是它的官方名字呢叫做星际蓝。但是大家如果在我这个角度现在去看这款手机呢，你会明显觉得这款颜色啊更偏紫色一些。在一些光线下，比如说这个角度，你会发现这个位置啊它是暗下来了。然后这个位置呢是亮起来，明明是一个平整的玻璃背板，但只是通过条纹设计的引入，让这款手机在不同的角度拥有一个不同的光线变化。这一点我觉得设计非常有趣。但是这款颜色我需要跟大家提醒一下，它会更容易沾指纹，所以如果是小油手的话，大家还是要考虑清楚。再然后我们来看一下这款配色，这是偏磨砂黑的那个配色。我跟大家说，这款颜色还觉得蛮好看的。这款颜色虽然说叫做幻夜黑，但实际上它是带有一点悠悠午夜色、悠悠偏蓝的那种感觉。而且因为镜头位置都是采用陶瓷嘛，深色的这个陶瓷，我觉得也要比这个金色的陶瓷反光的质感更出色一些。最后我们再来看一下这款配色。这款配色还有一个是什么？橙色。当当它是这样一个质感。它其实是和白色和星际蓝比较接近的那种质感，确实是有那种比较强的镜面反光。它的这个橙色呢，应该是也是橙色之中加入了一点点淡淡的黑色，就是不会那么跳脱，不会那么亮的那种橙色。然后呢，我现在把这5款配色都放在这里，给大家一起来看一下。我个人啊，如果要推荐的话，我排在第1顺位的应该是白色，第2推荐的呢可能就是星际蓝，第3推荐的呢应该是磨砂的这个幻夜黑，第4推荐的应该是活力橙。大家更喜欢哪一个外观呢？就之前在开箱那期视频里呢，我当时体验说这个拇指是按到左边的第2个应用，但我自己后来又使用了一下，发现第1个应用其实是完全能够到的，能看到吗？这款手机的重量呢，大概是在229克左右。这一次在机身侧面这里有一枚指纹识别按键，我自己握持使用了一下，拇指搭在这个位置非常方便。在扬声器表现上，这一次 Pure X Max 它是把扬声器呢放在了这个位置，也就是我们握持竖向握持的时候，上方是有一个，然后右下方是有一个，这样你在看视频的时候呢，就可以实现左右扬声器的表现。然后当你在打开这块屏幕的时候呢，依然是可以实现左右扬声器的表现。然后当你在竖向使用这块屏幕的时候呢，依然可以实现左右扬声器的表现。而且这次华为它是利用了一个声学的算法。我自己刚才听歌测试了一下，具有左右声道的这样的音乐的时候，你会觉得声音就是从这个位置和这个位置发出来的，而不会说这样的一个斜上斜下的角度。那么今天视频的第1部分呢，先来给大家介绍一下这块屏幕它大概日常使用是一个怎样的比例。这是传统的大折叠屏，然后这个是 Pure X， 也就是小扩折叠，然后这个是 Pure X Max 这一次的主角大扩折叠，然后这个是传统的直板机。同时打开3:2的照片，3:2照片呢，通常比如说单反相机所拍摄的 Pure X Max， 它是上下是填满的，左右两侧是有微微一条细的小黑边。我们现在呢，把屏幕内容给它展开来看一下。这个是传统大折叠，屏幕一下子变大了，对不对？内容显示变大了。然后我们再看一下这一次的 Pure X Max， 你会发现 Pure X Max 其实和传统大折叠有效显示面积是相同的，但是它的黑边相对来说会更窄，就是屏幕利用率会更高。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4:3的照片，在外屏显示啊，你会发现刚才3:2的时候是两侧有黑边，上下是填满的，对不对？但是现在在4:3呢，我们通常手机拍摄的照片就是4:3，你会发现现在4:3呢，上下就出现黑边了。Pure X 在这个场景下呢，上下黑边就要比较多了。传统大折叠在4:3这张照片下呢，上下就要露出更多了。然后我们给它展开，你会发现 Pure X Max 它现在
黑边依然是在这4款设备里比较窄的，屏幕利用率依然很高。我们再来看一下传统的，比如说综艺啊、vlog 啊，16:9的视频。这个传统的16:9视频呢，大家可以理解为日常，比如说在刷抖音啊、短视频啊 ，PureX 两边黑边是比较窄的，对不对？这种传统的直板机上下的利用率是比较高的，这个黑边是比较窄的。那么我们现在呢，来打开折叠屏，大家可以看一下，你会发现在这种情况下。PureX Max 在看16:9视频的时候，它的两侧黑边利用率呢，应该算是目前这4款手机里第2不错的。在这个屏幕显示大小上，是不是 PureX Max 震撼的程度还是比较高的？如果我们去看电影啊，传统的21:9的比例，那在这个场景下，传统的直板机屏幕利用率会更高一些然后在这种场景下呢，如果合上这个小屏幕的话，那 PureX 它上下的黑边会比较高。但是这个时候我依然给它展开。大家感受一下 ，PureX Max 它的屏幕显示大小其实是和传统直板手机和传统这种大折叠是比较接近的，但是它的优势就在于它俩的面积虽然接近，但是你看它的实际体积要比它小很多，也就是说你在日常外出携带的时候，对你手的负担会很小。那么对于扩折叠这种形态，我认为有一个不可忽略的场景其实就是阅读。同时打开同一页漫画，是不是 PureX Max 它的这个比例要更接近我们阅读一本书籍的那样的一个比例？那么接下来最后一个场景，我们来看一看杂志或者文献那种比较大的这种开本的书籍 ，PureX Max。几乎两侧几乎是全满的，上下呢有一点点黑边，然后 PureX 上下黑边呢比较多一些传统的直板机上下就更多了。然后这个时候呢，传统的大折叠呢两侧会多一些黑边。然后我来给大家看一下阅读的体验如何我这本扫描的就是那种比较大尺寸的，它那个字呢现在来看是比较小的，就是这个大家要看自己的视力问题了。比如说现在一些用户已经出现这种眼花的情况，那可能阅读文献杂志就需要这种放大来进行观看了。好了，我现在呢把 iPad mini 放在旁边给大家对比一下。iPad mini 它的屏幕尺寸呢是8.3英寸，而 PureX Max 它的屏幕尺寸呢是7.6英寸所以说呢它会比它小一些，但是大家可以看一下，因为 PureX Max 它的边框非常的窄，所以屏幕的利用率非常高。那么接下来我们进入今天视频的第2部分，就是目前对于这样的一个形态的手机，软件适配表现怎么样？首先我们先来看一下社交类媒体。在这里首先跟大家说明这个软件我还没有登录我的账号，这都是系统默认推荐的。我看上次视频里说你的小红书点开怎么全是美女首先我们可以双指去捏合，它从横向3排就变成了横向4排，更好的一个利用率。然后我们可以看视频，哇！现在这个小红书适配已经可以全屏看视频了4:3的视频再发上去是4:3的话，那么小红书它就可以给你适配到全屏。第2个给 PureX Max 的适配，大家可以看一下下边的这个状态栏，当我上滑的时候，你会发现它这个状态栏自动就隐藏了，能看到吗？应用市场里边它这个毛玻璃效果适配的更好，在沉浸光感这个设置选项里呢，你是可以来自定义的。就比如说你不喜欢这种毛玻璃，你会觉得它有一点影响阅读的这种易读性，我们可以在下面改成均衡以及弱。第3个关于这款折叠屏的适配我认为非常有趣，它的这个底部边框会自动的去感应你握持的手，2种方式感应。第一种方式呢就是最常见的，如果你在右边去滑动屏幕，大家看，它就自然而然跑到右边了。如果你在左边去滑动屏幕，那它就默认你在左边，那你在左边的时候去切换这几个音乐页卡就很方便。第2个判断形式更有趣了，比如说我现在打开小红书底边点赞栏在右手握持的时候就会在右边出现。那么现在大家看我不滑动屏幕，我直接改成左手握持，看到了吗？它就自动的跑到左边了。有同学说，那你这个是不是就利用这个手机倾斜，对吧？你手机往这边倾斜，它自然就往这边来了。不是的，大家看当我现在往这边倾斜，我右手握持它可没变而在同样的情况下，我使用左手握持，看到了吗？它就变过来了，倾斜比较大的角度，你看点赞依然在右边，然后这个时候你看哪怕是我这样的角度去握持，看到了吗？它也跑到左边了。这个小设定很小很小，但是很有趣。那么对于 PureX Max 它这个扩折叠的第4个产品适配呢，则是阅读漫画。当一幅图里占比比较大的时候，这个好帅有一个画，对不对？后边有很多这种碎石碎屑向前穿过，然后下边还有探照灯，好家伙，
当这个画面的比例在一个屏幕里占的比较大的时候，这个时候 AI 会介入，然后对它进行一个动态的生成。鬼吹灯的这种适配，看到了吗？爬雪山的时候这样一个适配，这个是夜漫，我们再来找一个调漫。这是调漫的一个适配效果。如果你是一个爱看漫画的用户，比如说你从哔哩哔哩漫画，或者说从爱看漫画这些平台看的比较多，那么现在使用 PureX Max 就可以在你的漫画基础上去呈现出丰富的 AI 动画效果。而且我必须要说，这个 AI 效果做的还不错。那么既然说到电子书，华为给 PureX Max 这款设备做的第5个适配就是刚才我们提到的，指纹识别按键进行快速的翻页设定，这个你会发现它的这个屏幕比例啊，在这种折叠状态下看漫画的效果依然很棒。然后当我点击一下，就是向下翻页；如果向上滑动，就是向上返回；如果你按住这枚触控键，它就实现一个快速翻页。其实我个人觉得单击和上下滑动这种下一页上页呢，倒不一定比这种用手在屏幕上进行滑动更方便。但是我必须要说，这种按住之后快速翻页，这个是我比较想要的功能。那第6个折叠屏适配则是剪映啊，或者说以剪映为代表的这种生产力工具。如果你剪辑纵向的这种，对吧，视频 vlog 竖屏的话，那你无论是横屏还是竖屏剪辑，其实对这个屏幕的利用率都比较低。那这一次呢，剪映率先做出了适配啊，就是在这里你会发现有一个小窗口，你点击它，看到了吧？这个竖屏就跑到左边了，然后呢，右边是时间轴，这个利用率是不是就高了？对于大家比较期待的微信 App 当中啊，这一次集成了手机登录以及平板登录，也就是说，如果你是一个多设备的用户，那么你可以2个设备登录同一个微信了。那么这一次，华为对于这款手机的第7个折叠屏适配呢，则是它的一个屏保或者说主题模式。我给大家看一下，这一次呢，除了传统的推荐主题之外，碰碰乐园，当我点亮屏幕，你看所有的这些贴纸啊、元素啊，它会随着你旋转手机重力感应而去改变这个手机屏幕元素的位置，还添加了互动萌宠，平时的时候有各种动画来进行交互。然后大家看啊，当我把这款手机这样，就是以帐篷形式立在桌面上，然后呢给它进行充电，大家看这个锁屏界面就变成一个小狗，然后左边呢是有时间显示，右边呢是有一个小狗可以跟你互动。比如说我跟它比心，哎，看到了吗？它就冲到这个屏幕前，我现在伸出五指，看这个时候就出现了一个小狗骨头，对不对？然后我可以扔。哎，它就接到了。如果你不喜欢这个萌宠的锁屏待机模式呢，你可以这样向下滑动，然后如果我向这边滑呢，左边是日历，右边就是一个时钟，你可以左右来自行的调整，可以在这边滑，类似于演唱会舞台的这种灯光的形式啊。这一次 PureX Max 在拍照上有一个比较有趣的玩法，就是当你在拍摄人像的时候，因为都不是专业模特啊，都没有受过培训，大家不会摆姿势。华为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在这里新增加了一个 AI 姿势推荐，大家可以看一下。当我打开这个 AI 姿势推荐之后，这个时候我的拍照界面呢就变成了左右两边，能看到吗？然后呢，左边你就可以来选择不同的人像。你看，当我点不同的时候，它还会改变焦段。比如说这个就是54毫米 2.2 倍。当我拍摄这个小姐姐的时候，背面这块屏幕就是她能够看到的这块屏幕，同样会显示这个姿势。告诉他这个姿势该怎么摆。那我现在如果给它切换成全身像，它就切换到全身像，然后我就可以让它按照这个姿势来这么摆。吃饭这个，哎，2.8 倍，你看它又变长焦了。我跟大家说啊，这个功能你别觉得好像没有用，非常有用。我身边有非常多的朋友、家人都很喜欢这个功能。就我爸妈，我们前一阵子去杭州玩的时候，他们俩提前就会在抖音上去搜索一些人家拍的好看的照片，那个造型，然后存在手机里。遇到景点他们就根据那个造型摆造型来进行拍照。我跟你说，这个功能真的对很多用户很实用。今天要给大家分享的第3部分，则是华为这一次在 PureX Max 上增加的一个全新的 AI 交互模式。因为它这个屏幕比较宽嘛，所以比如说啊，我们点开任意一款，比如说小红书，这个时候如果我双击下方的导航条，大家看。它就会进入一个伴随状态，右边呢就变成了一个类似于 AI 助手随时待机的状态。它首先会扫描一下这个屏幕，然后给你回答几个问题，比如说两斤白面故事讲完了吗？因为这里有一个故事会两斤白面。
华为 Pure X 真香吗？因为这里有一个华为 Pure X Max 的一个视频截图。比如说我现在点进这个帖子，你看它又开始识别屏幕了。现在点一下这个问题啊，然后这个时候它就会在下方给我生成答案。华为现在呢利用这款手机本身它比较阔的这样的一个屏幕比例，所以即使是我把屏幕往左边挪一挪，压缩一下，依然能够正常的显示内容。那么今天的视频要跟大家分享的最后一个部分啊，则是这一次的手写笔啊。华为这次呢给这个手写笔也直接配了一个手机壳，我带上给大家看一下。它是直接通过这个手机给手机壳线圈进行充电，充电之后就给这个笔来进行充电了。这个笔呢本身就是滑入，里边有一个强力磁铁，就是你滑进去，然后它和磁铁吸附住，保证你日常拿这个手机套的时候，笔不会轻易的跌落。这根笔呢是一个 mini 形态，就是它本身比较短，刚刚好就可以收纳在Pure X Max 这个旁边。华为这次在华为笔记当中增添了新功能，就是在这里，大家看一下，就在这个位置，叫做灵感妙创。我点一下，比如说我们现在随便画一只小狗，然后你就可以根据这个小狗，然后给它生成不同的风格。比如说我们现在画一个插画风格，它就生成了2只小狗。大家可以看一下，这就是根据我刚才画的那个大致轮廓所生成的。大家一定在比如小红书啊或者微博呀看见过那种就视频封面做特别好看，你想做但是自己不会做。假设啊，这就是一张你很喜欢的其他人做的封面，然后这张呢，则是我自己拍摄的一张汉堡图。我现在想把这个封面转移到我自己拍的这张照片中，我就可以跟它语音去输入，按照图片1的风格给图片2生成一个同款风格的海报。哎，看到了吗？它会给你生成不同的版本，然后呢，来让你自己选择。我觉得这张就蛮好的，对不对？这汉堡真好吃。然后上面那个文字呢，也几乎保留了我自己给它截图的那个文字风格。除了灵感妙创之外，华为也是首次在他们的手机阵营当中啊，把天生绘画给大家带来了。天生绘画大家可以理解为，这就是华为官方去对标 Procreate 的一款软件，也给大家匹配了丰富的笔刷。比如说这里是油画的笔刷呀，这里有水彩的笔刷呀，这里有水墨的笔刷呀。总体来说，你可以把它理解为这个产品形态刚刚好是介于平板和手机之间的，就是它可大可以变成平板，可小可以变成手机。好了，以上呢就是今天我们关于华为 Pure X Max 这款扩折叠大扩折叠的一个快速上手体验。这个产品给我的2个感受吧。第一个感受就是我感觉华为真的手机部门从上到下把能给这个扩折叠所适配的所有软件细节全想到了。我甚至已经能够看到华为他们那个工作人员每天就脑爆啊，今天有什么创新，明天有什么新想法。第2个点呢，就是在这些软件适配交互之外，其实最核心的还是这样一个产品形态。这是折叠屏发布7年以来，终于有一款设备，它可以在展开形态下更符合大众日常的使用习惯了，更像是一款小巧的平板了。而现在华为的 MatePad Mini、华为的3折叠，包括华为的 Pure X Max， 它们都采用了相同的屏幕比例。那么接下来呢，就可以更好的进行全家族的软件适配。那这一点我也是非常期待。好了，以上呢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我是周文泽，我们下个视频再见。